好，那么民众党推黄珊珊选立法院长啊，游锡堃说，民主政治任何决定都尊重啊。那另外呢，赖清德出来喊话民众党了，说第二轮投票哈，支持最好的人选哦。那他的意思当然就是游锡堃了啊。那另外呢，这个有可能民进党灌票给黄珊珊，来阻挡韩国瑜当立法院长哦，来保副院长嘛。蔡其昌说尊重各党团自主的想法。换句话说，这个党团也包括民进党团哦，民进党要怎么做，尊重他们啊。那另外呢，蔡英文的午餐文呢透露说，支持喜欢多个蔡立委，哦，意思就是说不当副院长，我就真的可以执行立委的职权哈。那民众的8席呢，就是说到底要黄珊珊还是韩国瑜？这8席的确啊，这个当然还要民进党配合了，民进党投加上民众的票才够了哈。那另外呢，民进党说啊，你们提黄珊珊当立法院长，你们有来拜会，有来拉票吗？我们都去拜会你们了，你们应该来拉票才对啊！哦，你们怎么就不拉票呢？哦，那另外呢，这个柯建铭说，怎么可能灌票给黄珊珊阻挡韩国瑜？游昌沛是我们民进党的立场跟原则，不可能违背这样的原则啊。柯建铭说，民众党保送韩国瑜是共同沉沦，所以我们虽然民进党选输也是赢啊。那另外呢，这个柯建铭说呢，民众党这个延到投票，哦，延到最后一天，哦，而且呢，他们本来就要保送韩国瑜，我第一天就讲他们会投给自己，民众党选输也是赢。事实上，民众党投给自己，我们开始都猜到是投给自己，哦，他只有这种选择啊，因为没有其他选择，只有这样投了哈。那另外呢，朱立伦昨天下军令状说，绝对不允许任何跑票，最严格的党纪处分，哦，通通不可以给我跑票啊。好，我们看一下。立法院长游锡堃神情淡定，跟着立院一级主管合照留影，但这恐怕变成了毕业照。尽心尽力，我们的尊重，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那会不会觉得有点真心换绝情的感觉？没有这个问题。毕竟民众党出牌要黄珊珊角逐国会龙头，但前2天才拜会，却自推人选，是否真心换绝情？游锡堃不多说，但万年总召柯建铭就没那么好声好气。他有可能投自己嘛，那就保送韩国瑜嘛，这很清楚嘛，那就沆瀣一气嘛。共同沉沦嘛。不满民众党就是变相保送韩国瑜，但这说法黄国昌没办法接受。不投民进党就是保送韩国瑜这种情绪勒索的话，我再强调一次，可以停止了。民主进步党他们持续的借由不同的议题在进行操作，想要撕裂，想要分化，要算数都不会。小学都看得懂啊，黄国昌说的话，你用电脑看就好了。两边隔空互尬，炮火猛烈，但国民党总召傅崐萁仿佛松了一口气，神情一派轻松，但还是要防止跑票，丑话说在前。对民众党愿意担任一个忠诚的在野党，我们不只表达乐见，而且愿意全面的来合作。明天的立法院正副院长的龙头选举能够顺利的由在野党来出任。小草其实并不小，不怕风不怕雨。就算民众党表态，若要进2轮投票，关键的8票不会进场，但就怕有变数，还回礼。所有委员会的调配，甚至召委的选举，我们都愿意释出最大的善意。民进党的伙伴啊，赶快起义来归，也不再做柯总召下面的这些小蚂蚁。谁是得利者？从蓝绿白3方的表情看得一清二楚。余văn兄。我先这样讲，我认为民进党支持黄珊珊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啦。柯建铭这一阵子讲话其实有点气急败坏，而且酸度是100啊，因为他知道大势已去了啊。那为什么我说民进党不会支持黄珊珊？最重要的原因哈，对于民进党来讲，柯文哲是个不能相信的人。他认为柯文哲我们让你当选市长，而且事实上是算起来是2次，可是最后结果是什么？所以对要选敌人，人家宁愿选一个可以预测他行为的敌人，不愿意去选一个无法预测其行为的敌人。而且你去看民进党人，他们恨国民党的程度，绝对远不如他们恨柯文哲的程度。我不要讲民主党，我是讲柯文哲。所以这个情况之下，你说他们去支持黄珊珊，这不是打自己的耳光，而且他们知道黄珊珊再厉害，后面的老板是柯文哲啦，
而且你支持了黄珊珊当选以后，你也同时也提升了黄国昌的地位，不是提升了民众党，尤其提升了黄国昌。你觉得黄国昌会好玩吗？对于他们来讲，黄珊珊的可爱不如柯文哲的可怕可恨，还有黄国昌的可怕了。可恶啦！他们不怕，他们也怕他，我觉得还是怕了。他们不怕，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只是说，国民党刚刚如果主持人讲的，就我没有看到这一点，说不分区的如果跑票，国民党不分区这次选举跑票开除党籍，那就没有如果立委的资格了。如果是这个区域的话，就停权3年，我非常反对。那这是意味着是这个不分区的立委是什么？是低人一等还是怎么样？而且你这个3年哦。你以后再搞个同舟计划又回来了，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朱立伦每次到了关键时刻，我都认为都犯了不可饶恕的这种罪。你这样子，你就给那些区域的立委心存侥幸嘛？你看，我就3年而已，3年以后要下一届选立委以前，我又已经回来了，又继续当国民党的候选人，然后又继续当选，然后他搞不好在这以前就先来一个同舟计划或者共济计划啊，然后我又提早回到国民党来，所以这是不可以的。大战要爆发，两军要对决的时候，你的军令如山，一定要清清楚楚，而且不要让人家心存侥幸，这就是心存侥幸，我非常的不赞成。建豪。我想真的是3党不过半，这立法院院长跟副院长选举才这么精彩。因为其实对我来讲，这个院长、副院长不单是只有2场选举，因为可能会看起来应该直接进入2轮投票了。所以第一次早上的这个院长投票会有一个结果。那进入2轮投票，虽然说现在民众党也讲说他们现在可能不投票，但当然我觉得这个战场就是在变化，兵不厌诈嘛，也不知道投票投出来结果长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明天早上对我们这些新科立委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验了，就是说对于现场的状况的掌握跟反应。那其实我们党团上也有讲说，其实包含下午的副院长投票人选也是一样，基本上。昨天就有媒体在问说，那下午的副院长会不会确定都投给江启臣，还是会投给其他人选？那我们就讲说，其实要到明天早上的结果出来，中午大家会再开一次会来决定下午要投给谁。所以说其实对于不止民众党这个战略很复杂，我们的战略也很复杂，因为要因应现场的状况来决定怎么样投票。那这边我们要讲说，其实也是要呼吁说，这个柯建铭不要再情绪勒索，因为其实。投给自己，我们一开始也觉得说，民众党投给自己可能也是最好的一个选择。那民进党这一次的在席次上面，它就是比国民党少，所以没办法。如果大家各投自己的话，它的最终结果就会是由国会最大党来投出这样的结果。当然，前提是国民党没有人跑票的情况下面，可能院长就会是韩国瑜，那副院长。国民党这边也提得很明显，就是说副院长，我们虽然提出了人选叫江启臣，但是如果民众党愿意一起来加入这个监督的这个行列，因为我们现在是在野党，一起来监督现在即将继续执政的民进党，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合作模式。所以下午的变化，副院长的变化，其实这个赛局也非常复杂，所以我觉得。柯建铭这边真的不要再情绪勒索，因为在情绪勒索没有用，因为这就是民众的反应。我想柯总召并没有在做什么情绪勒索啦。其实，在这一场议长的这个选举里面，我觉得柯总召很早就发现，基本上原则上就是韩国瑜了啦。那至于刚刚智恩委员在讲我跟大家讲。赖清德没有介入这件事情，当然他就是希望说大家就是选给最好的嘛。那第二个部分，智恩委员，我们没有那个厉害到可以去控制天气啦，所以这个如果陈玉珍要跑行程，我觉得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天气。那但是我倒是要讲，就是说我刚刚看到柯文哲，然后看到民众党，哇，闹了这一出出来其实就是简单几个字，文哲爱作怪啊。他其实这几天就是趁着在2月1号之前，哇，把8席当成80席来使用，占尽所有的版面跟声量跟讨论度。其实看透了一切之后，其实他背后就是有交换嘛。他要按住韩国瑜，那他真正要的什么东西？至少我在猜，可能一定有交换。我在看接下来各个委员会的召委，其实就应该就1、2席，都用这种小人之心。没有，这就是文哲先生你们家主席要的啊。那早就都已经看透。那至于在副院长的部分，我觉得
我至少我的逻辑可能跟柯总召不一样，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努力到最后一刻啦。如果当然就是说，还是希望说在整个民意的最高殿堂，有时候可以帮一下韩国瑜。如果说他哪一天讲话有点歪 key 哈，至少副院长可以帮忙一下啦，这是我的见解。所以你要选这样。继续再回来，你讲的比柯文哲。好，那么赖清德因为现在立法院啊，民进党其实不过半哈，所以他说要之前有说要组什么民主大联盟了啊，后来又说要跨党派组阁。那国民党委员说，你要跨党派啊，你不要私下去拉人啊，党对党谈判哦。陈水扁那时候就坚决不肯党对党谈判啊！我运气好啊，我动算那边喏，你规划要捧去哦，你规划捧去，就是你要党对党就要整晚都捧去哦，院行政院长是你们，不会说是你们派，哪有这种事情？我一个个拉过来就好了啊！所以陈水扁的时候搞这一招啊，所以说出招裂解国民党，先把唐飞找去担任行政院长啊，然后呢把这个陈建年啊台东县长呢拉来做这个原民会主委，再把他女儿陈莹啊，然后去选举啊，然后另外就陈明文啊，也变成这个嘉义王哈。好，那郭正亮说呢，说赖清德已经挑了2个卸任的民众党的立委要入阁哈。那另外呢，这个传出来是反正有2个了啊。那赖香伶跟张启禄对，传出来这2个啊，那是不是也不知道了啊？邱毅人也说因为赖清德是少数执政啊，所以呢国防议案可能要向在野党妥协，何止国防议案，每一个案子都必须要妥协哈。那另外呢，邱毅人也说，民进党如果不承认9·2共识，就很难跟大陆对话啊。事实上也是，大陆现在条件就是你要承认9·2共识啊。那民进党就说9·2共识就是一中啊，一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就甚至是9·2就是1国2制啊，所以就不肯承认9·2共识哈。那你不承认9·2共识，老共就认为你就是外国嘛。你不承，你可以说一中是中华民国，你自己口头讲，老公也就算。那你不承认，你就是外国。那外国跟你谈什么呢？外国有外国的谈法，不是这样谈了，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好，而且你外国你等于是数典忘祖了，你要变外国人，那就不跟你谈。好，那么陈建仁说呢，520之后，他要回中研院继续做他的学术研究。中研院他那个什么，他那个什么特聘研究待遇很高的，一个月40-50万，一个月将近50万，对，待遇非常好的。我们看一下。我们不仅仅行政院院长要推出好的人才，各部会也是一样，不完全都是民进党。先前才说组阁邀跨党，蓝营就开炮，要就党对党来讲。我所知道啊，现在赖清德好像已经拉到2个民众党的要入他的阁，说要找没有民进党籍的、对民进党友善的这些人，那这个就是拉夫式的。当初陈水扁就找了唐飞，唐飞呢没有经过国民党同意。毕竟这样一来，难保不被说是私下拉拢，但党对党形式，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帮解释，并非赖清德意思。民主联盟啊，因为那个就是全部结合在一起嘛。台湾此时此刻绝对没有那个环境。那总统的说法就是说，他希望当然用人为才嘛。社会各界对于新的政府组成呢，都有许多的期待。我相信未来的赖总统呢，一定会有最好的安排。最好的安排就等赖清德先排。老邱人到底什么意思？如果他讲这句话，一定表示他会拉一个蓝军的人进到国防体系去，当国防部的副部长啊，或是哪个单位找个位置做。邱毅人讲每一句话都有他深刻的含义的，他不会没有含义。而且就如您刚刚所讲的，陈水扁的时代就是这样啊。而且现在蓝军的这个学者里面，也有以前在陈水扁政府里面做过官的人啊。他现在就是要分批拉，他就各挑几个放到不一样的部会里面去，某种程度就也把你稀释掉了。可是他也达到了所谓的这个跨政党的内阁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嘛，有这样一个宣传的效果嘛。我看那个邱毅人啊，他这个是因为他在接受的是
日本经济新闻，他用纸上座谈的方式，所以等于是说他是发表了一篇的这个文章。然后呢，相对应来讲，第一个就是刚才这个林委员提到的，就是说在国防的这个部分呢，他会把一些蓝的啊这个拉进去，因为说实在，但是他们也没什么人嘛，哈，就是绿军也没什么人。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一个比较有可能的这个做法啊，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因为在国防议案的这个部分，其实蓝军跟跟民进党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了哈。在现在呢，美国给我们这么庞大的这个压力之下，赵先在选举期间的时候感受一定非常的深嘛哈。所有的那个去检验这个蓝军到底能不能够支撑这是一个好要捍卫这个台湾的这种战备的能力。他都要求你这个 GDP 要提升到3%呐，然后你的这个潜舰的国造的这个部分呢，本来蓝军就是要持续的往这边走嘛，还有现在就是支持的就是一个不对称战争，那就这种的观点上面来看的话，李喜明他们就可以再去重用这个李喜明，那你说他是不是蓝军的人呢？就是说李喜明像这样子的一个将领，他本来在这个蔡英文执政期间的时候，他就走这条路线了。我觉得国防议案的这个部分，所谓的向在野妥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空的一个议题，因为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比较关键的还是在9·2共识的部分啊。我去看这个邱毅人的这个谈话，他提到的也是说因为呢我们民进党呢不承认一中原则的9·2共识，所以要跟大陆对话恐怕很困难。但他并没有说民进党因此要往这个9·2共识方向倾斜啊。他说的还是说，现在和大陆的交流或许可以采取民间团体接触等非政府部门交流的方式啊，所以还是走现在的老路。然后中间他还是提到说，大陆现在的内部情势复杂，所以必须先看清大陆的情况。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从邱毅人的谈话里面看起来，民进党现在采取的应该还是以拖待变了哈。然后还是回到那个最根本的，就是说，究竟赖清德的520的就职演说，他会做些什么样的表态？当然，民进党最大的跨越，并不是说在国防的这个部分呢跟在野妥协，而是如果说他未来在陆委会的主委的人选的选用上面，如果他用了一个非绿色彩的人，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方面呢释出点善意？我们就要看赖清德怎么用。我快速跟大家报告一下，什么意思？来到9·2共识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忽略了。民进党其实有部分的我们的支持者，甚至我们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是承认那个时候的务实精神，愿意对话的精神。那但是9·2共识背后，其实会连接到就是统一等等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支持者还有包含国民党年轻一代，对于9·2共识都是有疑虑的。但是刚刚建豪还有乃金讲得很正确，其实在国防的议题上面，甚至是主权，国防就是主权，这个是没话讲的。我快速跟大家报告，我认为维持现状应该就是两岸还有跟美国之间大家的一个最大公约数。那我也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我今天刚好是我们立委我自己任内立委最后一天明天就失业了。那我要跟大家报告，就是在国防这边的部分，很多人说我们一定未来会用蓝的，我跟大家报告，现在蔡英文总统的内阁阁员里面有民进党党政的不到5个人呢，非常非常的少。那还记得吗？当时候蔡英文总统执政的时候，就一直被骂说我们很多这个国民党的持有党政的人在我们的政府里面如何如何。其实我还是要维持一个逻辑，就是我们人才不会分蓝绿，这是还是要跟大家报告。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邱毅人其实今天丢出来这个东西，刚刚赵先生也有讲，的确啊，我觉得两岸之间大家总是要有一些空间能够对话。那我还是原据我刚刚一开头的，我们是承认当时候的务实
对话，然后并且两岸之间能够沟通的这个精神。但是实质内容，我想维持现状4个字才是我们最大的公约数。你们或许人才不分蓝绿，但是你们用的都不是人才，好不好？这才是一个事实。哪有人这样子啊？当然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你用的是我讲不是何志伟，我讲的是整个民进党，你们用的陈吉仲，你们用那些内阁官员，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党政，他就是不是人才。我管你有没有蓝跟绿，这根本不是个重点，好不好？而且我觉得个人我还是喜欢从人格的特质来去看。我觉得赖清德或许会用了几个民众党的比较中性的一些人，我想那就是表示他所谓的跨这个党派够了。以他过去来说，他的这个刚愎，他自己的小圈圈，还有他自己200多天不进议会，不听别人，然后对于很多事情，我个人认为说赖清德未来的用人会遭遇非常大的困难。我不觉得他会是有那种很妥协的一种特质，他用的还是回归。而且在520的，我也同意乃金说的，520的他的这个对于对岸的这个所谓的演说是非常的至关重大。但是呢，等他过了1年，熟悉了这整个的状况之后，可能在1年之后，他会又全部翻回他自己的人，这才是赖清德展现他人格特质的最大的。就像陈水扁那个时候嘛，对，一当选，选举叫新中间路线，记得吗？4不1没有，对，开始时也是战战兢兢，最后呢，被美国讲是 trouble maker， 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叫他不要公投，他要公投；叫他不要这个，他要那个；叫他不要那个，他要那个。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现在在谢票哈，赖清德到宜兰去谢票，感谢啊，而且呢喊话啊，感谢宜兰，然后喊话要培养年轻人才啊。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也担心啊，说呢他们的青年票呢都跑到民众党去了，所以说漂白啊，从绿的漂白不再挺绿了，所以民进党的青壮世代呢串联自救，要救年轻选票啊，所以他们呢办了一个闭门的1450检讨会，那我也不懂啊，那说要增设青年中常委，我们也有啊，国民党呢？国民党也有啊，但是青年中常委，年轻人不爱国民党啊，增设的就有用吗？哦，这没有这个隔靴搔痒，没有真的烧到痒处了哈。那另外呢，太阳花的要角说，为什么现在青年不挺绿啊？当时这个太阳花的学运干部叫黄守达，他说第一个呢，选举策略太保守。哦，因为总统3角都，所以呢，民进党只想顾基本盘，哦，基本盘就是只顾出了40%嘛，其他都没有哦。第二个呢，说白营的选民愿意投给蓝的立委候选人哦，就是因为选举的时候，民进党很多、民众党有些地方没有立委候选人啊，他们就投给国民党候选人。他说是因为讨厌民进党普遍存在，因为不想投给你民进党嘛，所以就这么就检讨就是这样。我们看一下他们怎么串联的。到宜兰感恩参会，赖清德态度很谦卑。中央事情到底做了有够啊无啦？无定吼，阮看较袂着，听较袂着，想较无够。所以安尼有出问题，安尼都爱反映啊。不爱欢迎啊，欢迎出来呢，都爱改啊。但也真的要听进去才有用，因为就算赖清德胜选，尤其民进党流失年轻选票，就是这样，绿营内青壮世代党公职、幕僚、民代选后跨县市串联要自救。我们一些党内的新生代，其实从选前就相当忧心。除了北部以外，桃园、中部，这也是延续民进党大鸣大放的传统，有问题就提出来。讲得超直白，选后1周，基隆市议员张之豪等人在台北举行一场号称1450自主检讨会的闭门座谈，与会包含参选立委落败的吴峥、赖品妤、曾文学等人，主要检讨这回选战是否让年轻人不够有感。毕竟就连学者王宏恩科学方式回归模型也发现，这一次柯文哲获得300多万票，多数来自上一次投给蔡英文。民进党的青年部这边呢，已经举办了6场的青年志工座谈会，也会最后汇整成报告，直接的来呈交给赖清德主席。民进党现在在跟年轻人的沟通呢，其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状况。我想不只是党部，我们的民意代表，我们的行政部门都应该要来加强和年轻人的沟通。党内更直言，中央现在沟通方式还停留图卡政令宣导，自然难扩散。甚至传出党内年轻世代酝酿，接下来提案增设青年中常委。还没上任，赖清德就怕和年轻世代脱节，成了未来执政第1道关卡。逸轩，
我觉得民进党现在是完全不了解年轻人在想什么，所以他们现在做的这些动作，其实都没有真正会打动年轻人的心。甚至呢，这次我们也看到，不止民众党，国民党很多青壮派的也都很接地气，而且甚至是跟青年是站在一起的。这个是为什么？因为现在执政让年轻人感到压力，让年轻人觉得民进党背弃他当初给年轻人的承诺，而民进党面对这些年轻人不愿意再投给他们，他们怎么做？他们仍然呢，还是照样维持他们过去一贯的道路。好比说禁抖音，好比说把这个科目3等等这些外来的歌曲全部丑化。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现在年轻人使用这些，现在年轻人使用的文化，不该被丑化，甚至不该变成好像他们眼中这种低俗甚至是说好像用意识形态、认知作战等等，凡是出问题都推给中国，这件事情是年轻人没办法接受的我们应该要培养年轻人有韧性，去了解这个东西、这个管道，它是背后有相关渗透的问题，但不是所有都要被你归类为相关中共同路人等等。那刚刚我们看到赖清德他去举办比如说像青年世代的座谈，我看来的人听说都是赖清德的支持者。那我不知道说这样子的座谈是不是真正能够发挥他们想要改变的效益，因为他总是跟你讲他们民进党支持者的观点。那你在同温层里面，这个当然不止民进党会遇到问题，民众党也会遇到。如果你只在同温层里面去思考你要怎么样去改变你自己的话，那我想永远都会走不出那一条路。再来，我要补充一件事，就是说赖清德的新内阁，假设真的有民众党假设真的有民众党，那我真的希望真的是用人为才，因为民众党的人才，我相信不会是刚刚的资深委员提到的不是人才绝对会是人才。但是我要特别强调，就算民众党有真的入阁，我们的监督力道不会变小，我们在这个在野监督力道不会因为你好像把我们要收编的意思吗？不会有因为这样的概念力道变小。这是40岁以下的新科立委有12个人，国民党占了9个，对，比例蛮高的。建华是其中之一，来讲讲你看法。刚刚提到这个青年中常，我要讲一下，我自己也当过国民党的青年中常委，这个是马英九2005年弄的青年团，那当了总团长之后就是这个中常委，所以这个我也当过。但是设置青年中常委等于提升青年选票吗？我觉得这20年来大家看看国民党的状况就知道，国民党如果青年选票假设有提升，是不是因为设青年中常委，还是因为别的原因？那回到民进党本身，他的青年选票到底怎么流失的？大家都提到上一次投给蔡英文的很多的年轻人，这一次投给柯文哲，原因在哪里？因为上次你上来的时候讲的也是说我们要解决这低薪，要解决高房价，结果你低薪没有解决，高房价没有解决，社宅也跳票，那花了很多钱弄了数位部，因为我们这个所谓年轻的这个年轻世代，多数人就是数位时代成长的，结果我们弄了一个数位部，浩浩荡荡弄了数位部，但是对于这个数位问题，对不管是这个虚拟货币也好，网络诈骗也好，还是各项的这种跟年轻人数位有关系的问题也好，其实没有看到数位部做任何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对年轻人来讲是很有感觉。那在这个像这个诈骗的问题，其实很多的年轻人是深受其害，甚至自己的朋友或同学看到诈骗集团可以赚这么多钱，跑去做诈骗集团。那整个社会的治安跟结构被扭曲之后，你要让年轻人怎么去继续支持民进党？那更何况我们一年稍微年长一点的30-40岁这一批人，我们这些已经成家的这个中间的青年过去谈到少子化，国家一年花了500亿说要解决少子化问题，但是人越生越少，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低薪高房价，整个产业结构，你没有给年轻人希望，那你没有给年轻人希望的情况下面，当然就会流失这些选票。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这一次去所谓检讨青年选票，如果只想出办座谈会，然后去设置青年中常委，那我想下一次的不管县市长选举还是总统大选，他还是会继续流失这个青年选票。这个20岁到40岁的选民大概有600万。那600万里面，柯 P 占了这么高的比数，你就知道年轻人选他绝对不会说是只是你们也没有所谓设中常委，但就是他的有些的痛调，他所提出的一些部分就是很符合目前不喜欢蓝绿的这一个部分。国民党也在过去当中一直不断的尝试，希望能够接近那个年轻人可是很显然的一些的做法好像也不让年轻人，当然本身他有他的宿命，因为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他不会那么关心政治。可是提到中国国民党这个党的话，他就觉得那就是一个很老派。然后他们在谈话当中，他就自然而然、很自觉、膝盖式就把你弄到旁边去，然后开始比较这两个剩下的民进党跟民众党，然后再当同学透过一些的影音，透过一些的方式，在比较一些所谓的所谓的人设的问题的时候，年轻人选择就会非常的一个清楚哦。我只能说，年轻人他通常都会喜欢看到一个意义，看到一个你提出的东西，让他有没有执行。我们大家在骂说，你不要每次都去选错人。问题是，政治人物对于年轻人来说，你就是要给他愿景，给他希望，让他觉得我投你这个票是有意义的。那很显然，赖清德在过去7年半那么具体的，就是小英在执政的7年半，就是很具体的事实的现实摆在前面，那个现实是你逃不掉的。那很多人会给新的人一些的机会，就是因为新人让他有一些憧憬。那当那个憧憬过下里面，他会投下去。可是这个憧憬如果没有落为事实的话，文千日元可以骗1次、骗2次，可是在2次给你机会之后，那个东西就不会。这就是年轻人嘛。那谁能给他梦想，谁就是。那很显然，在这一次的选战当中，民众党在这一块的梦想，的确让年轻人有达到一个同理催化的作用啊。我从到这个选后到现在啊，看这个各党的这个检讨啊，民众党是没有在检讨自己啦，他就在检讨别人了哈。可因为呢，民众党呢在这一次的这个选战里面呢，柯文哲呢，他们的确打了一场漂亮的选战，有这么多的人啊，300多万票，然后这样子支持他。而且呢，他们占这个年轻的比例呢，这么大的一个部分呢，的确是对于民进党还有很重要，就是国民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可是我们看到这个民进党的他的这个检讨，不管大家怎么讲，不管说什么啊青壮派啦、串联自救啦，然后你说没有用啦，然后没有看到问题，但起码他们有在检讨啊。他们有在面对他们自己的问题，只是说你真正的要面对自己问题的核心的时候，都是很残忍嘛。因为这就表示说，蔡英文这8年下来，你不管是贪腐的问题、执政不力的问题，你要检讨，你真正的要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打到自己嘛，就会打到蔡英文啊。那所以呢，他们就很不愿意面对到你不切实的踩到这个痛处，你不切实的踩到，就是说，因为你的执政不力，还有赖清德这个人。他真的是没有人缘啊，然后呢，他在这个选战的这个主轴，他在选战的过程中，你打来打去就是抗中保台，他当然是不被这个年轻人所喜欢嘛。但是你不碰触问题这个核心的话呢，你就只能够做这样子的一种检讨。可是我觉得最恐怖的呢是国民党，就是国民党呢到目前为止，你看国民党中常会的那个检讨报告，他到底指出了什么问题来啊？然后呢，所有的呢，都在这边讲，就说啊，这个柯文哲呢，他有很多的年轻选票或怎么，他现在呢是靠他之前呢是靠什么样的方法说，但是国民党的年轻选票呢，你们不能够说以这个国民党这一次呢年轻的立委当选的很多人来作为说国民党年轻化的一个理由，好，因为呢，摆明着就是侯友宜他拿到的这个选票就是这么的少。国民党呢，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不管是2026或者是2028，国民党要面对的是你的基本盘，你可能现在呢就是在这个35、36的，这就是你们的基本盘。好，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未来的选战都是会是萨卡都，谁能够拿到那个40，那就赢了。那国民党的这个5%的缺口怎么补？怎么弄？休息一下回来。好，那么侯友宜他现在是到四处去谢票，他跟朱立伦到基隆谢票，说国民党应该年轻化，而且呢，这是只选一个嘛，就是只选一个，不是多选，是单选，所以他是考第2名，怪自己不怪别人啊。那另外呢，很快新北市他任满了，谁要选新北市长？台湾最大的直辖市啊，侯友宜的子弟兵吴宗宪说呢，有3个名字有在讨论有李四川，现在的代理市长刘和然，洪孟凯，就是侯友不在的时候，刘和然代理市长，不过现在又回复副市长啊。那另外呢，这个吴宗宪是国民党不分区，也是侯友的子弟兵，他的这个好像是法制局还是法制局局长，也是检察官。他说，如果你用一堆年轻人只是执行老人的政策，不是办公室搞一堆年轻人就好了，搞一堆年轻人执行的是老人的政策，什么叫尊重年轻人那另外呢，这个
他说，的确新北市政府里面已经在讨论接班人了，就刚刚讲的刘赫然、李四川、洪孟凯等人侯友宜说呢，他们会全力冲市政啊。那另外呢，国民党说要内造化，内造政党不分区，年后接各地方党部主委啊，所以内造化就是地方党部党的干部就是国会议员。那另外呢，黄国昌也说，民众党呢，我也不排除下去战，我也2026有可能要去选举啊，所以2026看起来是激战一场啊。再比如说8个不分区啊，譬如说黄国昌啊，可能去战新北。黄珊珊可能台北，张继凯可能选嘉义县长或嘉义市长啊，而且呢，说民众党就开始培养了年轻人要去选里长啊，先当刺客啊，说他们现在有一个叫做小草扎根的训练营，看一下。和支持者握手把诺，国民党基隆感恩谢票茶会，侯友宜对蓝营改革语重心长。所以我哋讲咱较济会较好，无要较济会就较好。等于你就知你能力较好，所以会记跟年轻人大家互相观摩学习，互相砥砺，让国民党在改革过程当中更能够快速。请假这么久，侯友宜回归市政得更拼，像一旁基隆市长谢国良就喊出要加强地方合作。我回到新北市，我对基隆市的4年朋友呢，我更会积极的跟基隆市的谢市长。大家一起通力合作。只是回去当市长后，底下部署也有人要离开。新北法制局长吴宗宪即将卸任，进入国会。不过就在这之前，侯友宜私下这么问他。有人问我说谁比较适合啦？他说哇塞，我对政治又没有很熟悉。侯友宜这问题就在2024大选之后，谁来接班新北，就连内部同仁都讨论，而且就是这3人。因为其实私下的同仁都会在那边聊嘛。那之前有人说，可能是刘副市长啊，也有人说，洪孟凯委员，其实都会传呐，李四川的前副上，他们都很棒。才刚选完2024大选，就谈2026，似乎还有点太遥远。来，这个志伟，侯友宜，我想他是一个有相对应蛮有远见在做他的接班梯队啦。其实，在新北市，就我民进党的观察，其实他子弟兵等等的，还有对于这个国民党的照顾，其实一个都还蛮盘根错节的。那的确这是事实啦。那但是我还是要给他一个肯定，他这一次在总统大选当下，其实他这个个人的修养等等，这是还有维持一个有水准的选举，这是要给予肯定的哈。那我还是要回到一个主题，在讲年轻的支持度这一块。我快速跟大家报告，从1996年到现在，台湾总统立委选了8次哈。那这一次的总统大选，它的结果是同一个政党他赢了3次继续执政。那大家有没有印象？回溯一下，我刚才特别调了一下我们过去几次的总统大选民调，赖清德20到29、30到39，其实好多次都拿下第1名。那但是这个支持跟投票中间到为什么会有落差？其实不能说民进党年轻票跑光了，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因为的确这是第3次要拼执政，所以很多这个不分年纪啦，其实也希望说监督的力道要再强一点点。但是我刚刚蛮不同意黄委员刚刚讲的，其实大家还记不记得，其实赖清德在当主席的时候，其实他很努力的，包含年轻人的学费0到22岁，国家一起努力一起栽培，还有社宅的部分一栋一栋盖起来，台中有很多也在做起来。那我想这台南都没有盖，一栋一栋起来了，这个已经都在达成当中嘛那我觉得未来的路还很久，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很期待当做年轻人的第一品牌啊。那这样。我想还是要回到检讨国民党的这个败选原因大家都提到说要年轻化，但其实就像宗宪讲，那个年轻化不是说用年轻人就年轻化，而是说我们面对现实嘛。其实柯文哲是拿了很多年轻票，柯文哲有很年轻吗？我想也没有，他也是
阿伯的年纪了，所以大家叫阿伯。那这样子的年纪的人，他为什么能够拿到这么多年轻选票？最主要的原因，我想就是跟着社会脉动走。那同时又能够提出愿景，那才会有可能去改变整个组织的文化。所以国民党的改革或年轻化，不能只单谈说啊用了很多年轻人，他就是年轻化，而是说到底我们整个国民党未来的走向，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放手去面对社会现状的问题，而不是一直死守的过去保守的那一套，让现在当代正在执政或正在当民意代表、正在执政这些首长，能够跟社会沟通，那回应到社会的需求。我想这不管年龄层高或低，他才办法真正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而且我们要提醒一件事情：选举选赢不是只有靠年轻人才能选赢，选举选赢是要全世代所有人都认同这件事情，他才有机会选赢啊。所以我们希望说，这改革路上面不要只提年轻人，而是要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社会的脉动跟改变。李轩。其实民众党也有在检讨自己哈，只是说在检讨的部分上面呢，我们这一次的确看到我们在组织甚至在地方扎根这部分，确实是输给了蓝绿两大党。那这一块当然不是一触可及，而且是要用时间、用精神，甚至要精力，好，还有这种财力下去，才有办法好好的在地方上好好的做深耕跟服务。所以这一块上，对于4年的小党来说，未来我们看从这一次的总统大选里面去检讨未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继续在地方能够扎根？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我们其实也有黄国昌、张启凯等等这2位不分区立委。其实当初我们在给不分区立委的这些人选上面考量，也有希望他们能够在地方上能够有经营的可能，甚至能够有出战市长、县市首长的这个机会。所以，其实，在我们今天中午的这个中央委员会也过了，张启凯他会接任嘉义县党部主委，好，也就是说，他未来会用主委的身份去地方经营，那去地方呢了解民意，甚至他的这个责任范围就是以嘉义为主。国会、地方哈两边来做服务，那当然黄国昌他的这个弹性又更大了，他当然可以在国会发挥他的监督力道，但是他地方他也开始继续的走动，所以这个会是我们未来不管是县市首长也好，不管是议员层级也好，还有包含像现在台中我们办的这个里长培训营哈，里长培训的。这个过程也都是慢慢的希望能够从小草当中去找出真正为这个公众事务想要付出的人来做加入民众党，进到这个真正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可以变成选将的人马。好，这些或许也是我们未来最重要的地方。的确，现在距离2026，大家都开始要布局哦。我必须老实的说，以国民党，我们真的曾经盘点过，从头到尾全国。每一个大家都可以预想出未来的县市长候选人是谁，唯有新北市，目前大家还看不出一个端倪。所以为什么会引发一个讨论？当然是有它的必要性，因为其他其实都已经蛮确定的。那说到年轻人，我也觉得国民党跟年轻人距离不应该那么遥远。柯老师在任何校园里面去谈年轻人，谈所有的议题，每个年轻人都非常的有感。当我框上的是国民党立委的时候，那个距离完全拉开。同样是我一个人，为什么框上这个名号，跟我还是我，为什么就差距这么大？我真的觉得是国民党这个包袱，国民党这个第一印象当中没有给人家一个新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未来要用非常多的方法，让国民党的好和国民党的直接，和国民党愿意帮大家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第一个要真的年轻化，年轻人喜欢你讲话幽默而且有趣啦，而且真的是关心他媒体。我想这个 Sanders 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老参议员，你看他这么老，可是他的支持者很大的一群都是来自年轻人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进入校园啦，当时民进党要求国民党退出媒体，离开校园，国民党就真的是离开了。就你现在媒体大部分都是被民进党等于是接收了一样嘛，都支持民进党了嘛。那校园里面，几年前你看还是民进党在里面跟他们经营啊，还甚至还讲过说他们支持他们活动啊这样。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就要回去。我这次这个主持人当然选举选得很辛苦，但至少有一件事大家记得，就是说他走到校园，进入校园，有校园根本不如进去，只在对面，在外面。对，这是最亮点的。我是指这件事，因为我们今天谈这个主题嘛，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些年轻人就是喜欢直球对决，你讲话你愿意很坦诚的说话，人家就希望你坦白哦。如果像柯文哲这样有趣跟幽默，当然是更好了。所以我觉得其实经营年轻人不难，就是心态要先调整。我还是建议这个朱主席哈，真的要把权力给放下来了哈。
他讲这个改革年轻化也讲很久了哈，就是说党要走一个内造化的这个路线。你现在呢以这个立法院党团这个为主力的话，其实有很多很棒的这个立委呢，就是可以直接。不管是什么组发会啦，或者是说就是由他们实际来负责哈，而且呢，真的是要年轻。这个年轻呢，不是嘴巴讲的。我讲一句不好意思的话哈，这国民党。